如果你想在量化交易中取得成功，理解今天的内容绝对至关重要，否则的话，你的回测、你的复盘都是毫无意义。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最近一位学生在前几天给我发了一个 EA， 他是一个新手程序员，会编程，但是也是初入量化领域，很多量化相关的比较细节的东西，他还是掌握的不熟练。前几天他给我发消息说他觉得自己行了。他开发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顺势 EA， 然后我拿来运行了一下，发现果真在过去的12年间，这是40多个40多个交易品种上都呈现出了非常可观的这个盈利能力，真的是让人汗颜啊！一个新手随便一开发就可以有这个如此的这个结果让我有一种不知道是高兴还是莫名的唏嘘情绪产生。在众多的交易品种中使用同样的参数，说实话，它参数也没有多少它是按照我们内部讲的这个参数范围去开发的，所以真的没有多少参数。但是却可以在基本上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品种上都可以盈利零星几个是亏损的，而且亏损的也都不多最多的是这个 BTC而且看它的这里的这个采收率还有它的盈利因子也都不低而且交易笔数也不低我们这里随便给大家测两个吧，测一个这个 USTEC 我们看一下它这里的这个资金曲线，大家应该能够看出来它是有亏有赚的包括我们这里的这个黄金它也是同样的也是起起伏伏有亏有赚不过最后在经历了12年的历史行情之下，它基本上可以说走成了直线了我们再看一下澳加吧，澳加没有那么过分澳加还显得正常一些。澳加来看的话就正常一些最起码它不是一条这个笔直的直线了我们在盘面上具体看一下吧，看一下它的这个做单细节我们还是回测12年到24年，然后我们开始底下这个订单这里也是有亏有赚的亏亏赚赚都是很正常的，它不是马丁和网格那种永赚的它是有止损有止盈的一单一节，没有浮盈加仓，并且我们看一下它具体的这些订单它的这里的止损和止盈其实还都是比较大的点位了，它是做波段的所以也不是说波头皮这种比较高频的交易策略都是属于一个非常正常非常常规的一种状态好，那我们把它跑完之后看一下它具体的回测之后的这个参数回测之后的结果也是一个非常normal 非常常规的一种表现没有说是出现那种一赚呢只赚几美金，一亏损呢也只是亏损几美金的那种都是很正常的，并且胜率67%平均盈利是39U，平均亏损是58。因为我们常规来说在开发阶段会使用比较小的手术去进行分析所以这里的平均获利和平均亏损相对的比较少但是可以看整体它这些表现的比例它是处于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的所以我在大致的回测之后我就问这个学生他可不可以把源码发给我我详细来看一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有看了源码才能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这里我也说一下不管你是频道的观众也好学员也好，你们的这个 EA 开发的这些源码我个人都没有说是这个你必须要给我必须把源码分享给我的这种诉求。你们能够开发出来，不管是好的也好坏的也好，那都是属于你们自己的一种属于你们自己的一种收获。你愿意让我更进一步的分析你就把源码发给我，不愿意的话也无所谓。我个人对于其他人的这个源码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我更在乎的是方法。
所以频道有些加我的观众啊，他老是给我一种很防备的感觉啊，很害怕我把他的这个宝贝拿走了。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啊。也因此很多观众认为我比较高冷啊，其实也不是啊，而是很多时候有些人提出的问题啊，我都不知道该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给你回答。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把其他博主啊，或者说其他频道的 EA 啊，这个可执行文件啊，直接发给我，然后什么也没有就让我看。有的甚至就是一张图片，直接发一张这个盘面的图片发给我，说你觉得这个 EA 可靠吗？我不是神仙啊，我没有办法一眼就洞穿所有啊，我得看具体的源码才能够进一步的去分析它里面究竟在做什么，它的可靠程度有多少。而且有些反编译之后的源码，或者说你们常规理解的这个破解之后的源码啊，请原谅我啊，我也是不会看的啊，因为我不想花那个时间啊。具体原因，稍微成熟的啊，有经验的这个量化交易者应该能够明白的啊，我不想在这上面解释过多。好，说回这位学员啊，他把源码发给我之后啊，我大体看了一下，就看出其中的猫腻了啊，确实存在一些可能会严重影响回测绩效的问题啊，也进一步说明了，你如果不知道这个策略的底层逻辑啊，你只是看别人给你发的这个回测报告啊，即便是他直接把程序发给你，你在自己的环境上回测，你也是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的。这也是我一再强调啊，大家尽量不要去想着买什么 EA 啊，想着买一个 EA 就可以躺赚啊。这其中的弯弯绕绕啊，你一个小白啊，你是根本就拿捏不了的。你花点时间，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去开发自己的 EA 才是王道。而这位学员的问题啊，其实就是没有认识到统一位价模式的重要性啊。我只是稍微把他的这个进出场逻辑啊，把它的判断的信号 K 往前面移了一根啊，那么整个的这个回测绩效就大变样了啊。大家记得刚才那个回测结果吗？我这里再给大家测一下吧。我先把这次这个结果记录在这里，然后给大家重现一下。这里是修改前的资金曲线，这里是修改后的资金曲线。虽然修改后之后啊，它也是盈利的啊，但是它这里的这个盈利的效果啊，就要大打折扣了啊。你看它是这样子运行的，但是修改之前是这个样子的啊。基本上来说，从这两个图啊曲线图来看啊，就能够很明显的看出它的区别了。它的策略的具体代码我这里不方便给大家展示啊。不管好的坏的嘛，都是属于它的啊。所以关于它这个策略的一些其他的参数，我其实都已经给它隐藏掉了啊。但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假设我们这里的这个交易逻辑是以 RSI 的这个超买超卖去作为开仓判断的啊。假设我们以当前这根还没有走完的 K 线去作为交易条件判断的关键 K 的话，就会出现信号上的一些错误啊。其实这个错误不仅是量化啊，手动交易者也会犯。我上个视频讲那个半神的交易策略的时候啊，那个投机实验室也犯过同样的错误啊。因为你以当前这根 K 啊去做交易条件判断的话，它所对应的这个不管是什么指标吧，所对应的这个指标的值啊，它是处于一个浮动状态的，它没有固定下来，所以你以一个浮动的值去判断超买超卖的话，这是不严谨的。如果再加上你没有统一好你的交易环境，就会发生回测的交易记录和真正实盘出来的交易记录啊相差甚远啊，绩效同样也会相差甚远。注意啊，我这里其实不是说你去以这个 bar index 为0啊去判断它不好，而是说你要明白啊，你为什么要这样使用，并且你的代码里面要做相应的处理才可以。如果你整不明白啊，那么我建议你还是使用这个 bar index 为1的啊去做相应的逻辑判断。
毕竟它的这个开高低收都已经确定好了，这样的话可以省去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然后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统一位价模式吧我们为什么要统一这个回测和实盘的位价模式？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 MT5 关于价格的传递流程。我这里以我们内部课的一个视频截图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在实盘环境下，这个报价的流程是这样的当我们的 MT5 的 server， 也就是你所交易的这个平台的服务器，拿到了这个 ticket 的报价之后，它把这个报价传递到我们的 MT5 client， 也就是我们本地的这个 PC 运行的 MT5， 然后 MT5 会将这个报价再次传递到我们的 EA 又传递到我们的 on ticket 方法，这是单个报价的情况。但是如果你是连续报价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这里有2个 ticket 传递到client， 传递到 EA， 然后传递到 on ticket 方法，那么在 on ticket 方法运行的时候，如果前一个报价，也就是我们的 ticket 1，如果还在 on ticket 方法里面执行的话，它可能占用了一些时间可能因为代码层面的原因它没有执行完毕。那么随之而来连续过来的 ticket 2，也就是第2个报价，甚至说第3个、第4个报价，那么这些报价它是不会等待的这些没有被执行的报价就会直接被丢弃掉EA 不会处理它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 EA 因为一些编程、一些代码的写法导致运行时间过长，那么注定你就会丢失掉很多这个报价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 MT5 它一定要保证你的交易环境不能离现价太远如果它要去等待每一个 ticket 都被执行过的话，那么你整个这个流程就不符合逻辑了。而在我们的回测环境是不一样的它的报价首先它是直接从这个 MT5 本地的测试环境得出来的，它把这个报价给我们的 EA 之后， EA 同样给我们的 on ticket 方法，但是区别是这样的它在我们的回测环境，它会等待每一个 ticket 都被执行到，也就是说它不会丢弃掉任何一个 ticket， 不离不弃如果某一个 ticket 占用了你这个 on ticket 方法的话，那么它会比如说 ticket 2、ticket 3，它会一直等待你这个 on ticket 方法执行完毕，它的下一个 ticket 才会进来，它就是保证每一个价格都会被执行。这也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样的操作，你的回测的绩效和你回测的绩效和你实盘出来的绩效总是会有相应的偏差的，因为你实盘它会错过某些报价，但是实盘它不会，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的去统一他们的交易环境。如果你不知道如何统一，并且你还使用的是这个 bar index 为0，也就是当前这根 K 去作为你的交易逻辑的判断的关键 K 的话，那么你实盘的交易记录和回测的交易记录就会相差不少。其实要详细的说起来的话，这个回测它使用的这个价格数据模型同样也是影响我们回测绩效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但是这样说起来的话，这个视频就会稍显复杂。我目前虽然粉丝很少但是根据我前面上传的一些视频我已经有了一些教训了，就是我尽量上传一些大家能够听明白的不那么复杂的、不那么枯燥的视频。毕竟上传视频它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不是为了自嗨如果我想自嗨的话，我就没有必要上传到这些公共的媒体平台了。总之吧，就是你必须统一回测和实盘的这个位价模式，否则的话你的回测都不具备什么参考意义同样的话，我也是送给我们的学员还有就是尽量自己去学习，自己写。如果你确实想买，那么我也建议你采取那种买断的模式，也就是你直接把原码买过来，这样的话你最起码能够一定程度上清楚这个策略究竟在做什么。好，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视频有点长了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后面再讲吧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